外卖这个行业是中国一个特别危险的行业，我早就说过这个事儿，它属于年轻人聚集的行业啊，年轻人找不着工作的社会底层聚集在送外卖的这个行业，而且他们都穿着统一制服，这他妈是什么傻逼的事儿？走投无路的，而且你还给他们发统一制服，我去好，所以这个你不就是啊秦始皇征发民夫修长城去了吗？或者征发民夫去挖黄河去了吗？行了啊，汇在一起了啊，陈胜吴广都到了啊，咱就干吧。所以啊，我们这2天就看到了长沙外卖小哥呢就上街了啊，骑着他们那个小电驴炸街，警察也不敢管。所谓的长沙外卖员集体抗议事件，当然抗议导火索我不出意外的还是老样子，就是某小区保安啊又跟他们打起来了，不让他们进去，然后他们呢就又抗议。那么这次呢就事儿就玩大了啊，有一个骑手黄袍加身，披着黄色的褂子，上面写着剑到朕还不下跪，然后他在前面他在一个外卖小哥的后座上站啊，穿着黄袍加身，后边跟着无数的外卖单车啊，都是黄色的啊，黄色是哪个美团吧？跟着他炸街啊，公安特警不敢弄啊，只是围观。所以长沙外卖员的这一次事件啊，已经从零星的对社会性报复的所谓县中式的这种反抗，演变为皇朝式的集体行动啊，这是个好事儿，因为你县中你是对老百姓不好啊，你杀人啊，你弄弱者啊，皇朝式的集体暴动这个好啊，这你有目标啊，对不对？目标是对的。黄袍加身指的是赵匡胤，大家懂。赵匡胤啊，后周老柴家的天下，哎，他是军队司令嘛啊，然后他在陈桥啊这个地方啊兵变了，他的部下给他披上黄袍，从此黄袍加身，成为了大宋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么长沙这次呢就是开始 cos 他，有人披着黄袍，戴着龙冠啊，20-30岁的一群小青年，上百人几百号，骑着他们的小电动车，哎呀，非常爽，非常爽啊！好嘞。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啊，在这种走投无路下反抗啊，这种反抗啊，你很简单嘛，你站着也是死嘛，你跪着也是死嘛，你为什么不站着呢？澳洲的一个老苏啊，澳洲老苏给我来信了啊，我非常感动。澳洲苏先生啊，长春围城直播感慨，昨天呢前天的咱们这个直播，王大哥您好，昨天我听了您讲的长春围城的直播，我可能代表不了全体长春人，但我仅代表我自己这个老长春人。对您还原那段历史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接受你的感谢，我希望大家都抄我的，大家都讲讲这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记忆是他妈鱼的记忆啊，所以你看64，我搁64我肯定说64，我不厌其烦的我就说口水话。为什么？因为我们鱼的记忆不能忘了。你搁上海封城啊，我就把叶子才德拿出来，我把科兴疫苗拿出来，我就反复的说，包括咱们长春屠城这种事情啊，这都是史诗级的这种悲剧。大家知道张勋在唐朝的时候守哪个州，他吃人，唐朝当时老百姓都骂他吃人。见了他就拜。后来这哥们在街上走，老百姓拿头便拜，说你给我磕头干嘛？我不认识你，我没给你磕头，给我父母磕头。哎，你把他们吃了吗？啊，我父母在你守城的时候都被吃了，你就是庙吗？你能五脏庙吗？他爱羞臊的满脸是羞臊走了，记在24史上，记在正史上。啊，你看看长春屠城才77年就忘了。接着念啊。有几个口述史料，我可以给您证明。你看，不是大神房大房身，他都给我证明，真是真的，这是长春人写的，这肯定不是我编的啊！一会儿我再跟你说日本人写的啊。我姥姥口述给我的，他和我姥爷当时在国共夹击的，就是那几十万难民里边，第一个饥荒开始的时候，晚上街上会有小孩哭，我姥爷就要出去领回来，我姥姥不让，说怕别人家笑话啊。我姥爷说怕啥呀，咱也不吃啊，咱就当收养一个吧。我姥姥死活不让，后来哭声就没了，我姥爷就哭，说这指不定是让谁给吃了啊，孩子啊。第二，我姥和姥爷出卡子，用了4个金戒指换了3个饽饽，另外2个金戒指给了解放军，给放出去了。晚上难民是爬着出去的，不能站起来走啊，必须爬出去。夜里就这么一直往外爬就能出去啊。解放军收了金戒指就网开一面让你爬出去，一起身就是1梭子子弹，哪儿有小孩子哭哪儿就会挨1梭子子弹，这是他写的，不是我说的。所以逃难的都不能带孩子啊，剩下的孩子都扔到城里了，要么就是饿死了，要么就是被人吃了啊。所以他讲街上有小孩哭就这么来的，孩子带不出去啊。白天谁要是有金子，谁就可以跟解放军商量啊，晚上他给你安排，你可以爬出去。第三，东北人当时确实不认识共产党。我爷在满洲国的时候是在长春是有很大的产业的，我爷爷娶了3房太太，后来估计是受了郑洞国的忽悠啊，长春开战的时候就没跑。再后来解放军就抄了家，没收了家里的武器，搞公私合营，给他爷爷产业没收了。57年的时候工作组进来，从我8岁的父亲手里抢了8根金条啊，他爷爷把金条藏在他父亲手里，藏小孩身上，哎，抢走了，把我父亲打了一顿。后来万幸啊，我父亲没被打死，被救了回来。之后我爷爷就被他爷爷地主老财资本家嘛，就被工作组折磨死了啊。那应该是地富反坏右那批，58年给就是58年叫他是57年进工作组，58年折腾他死，那叫地富反坏右那批。奶奶改嫁啊，爷爷弄死了3房奶奶就都改嫁了，让我爸跟着改姓，我爸不肯。然后呢，养父啊就是继父就不肯养活我爸，我爸于是9岁上街要饭，一直要饭要到14岁啊，这么一个小公子哥啊，大资本家的小公子哥啊，8岁爸爸就死了啊，家产超没啊。
爸爸藏8根金条打懵，差点打死。救过来以后，妈妈改嫁啊，就是奶奶改嫁嘛，就他爹不肯改姓啊，就只好出门要饭啊。这就是在时代大潮的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这种如尘埃般的渺小。那我爸9岁要饭，一直要到了14岁，进了工厂当学徒。因为是孤儿要饭，所以蒙混过关才有资格进厂当工人，冒充自己是贫下中农，算是终于活下来了。2020年新冠，我老叔肺癌去世，我们老苏家这一辈子的男人，就是他爸爸叔伯这一辈子的男人死光了。由于政治原因，除了我父亲都没有人愿意嫁给我们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父亲混了个贫下中农，因为要饭因祸得福了，所以别人呢，就是他父亲那辈叔辈就是没有出去要饭的。就没有媳妇儿因为我父亲对外一直声称自己是个孤儿要饭的，所以反而政治成分一直过关，结了婚生了我，我现在人在澳洲也有了儿子，算是续上了我们老苏家的香火。总而言之，我很感谢您的历史还原，您在积功德，多谢多谢澳洲老苏对我的认可这是我是有使命感的。我大前天晚上我在这边的烤串店吃烤串隔壁桌有一大哥大哥在夏威夷岛有很大的产业也是中国人。然后老王，我认识你，我看你东西然后他说我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个事儿。我心里想，这叫使命召唤。我说使命召唤你信吗？所以就是我说待着没事干呗所以这真的是总是要有人出来做嘛。还有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人你没听错长春当时是满洲国首都，长春里边有很多日本人日本人民不是日本军人，是日本老百姓就相当于现在洛杉矶有很多中国人。懂吧？东京有很多中国人、韩国人是一样的有很多日本人当年侨居在长春。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并没有走，因为这些日本人是有工作的，比如说铁路方面就有很多日本工程师，各个电报大楼、银行好多职员是日本人的，人家也是老百姓，拖家带口的，等于移民到了满洲国，所以他们并没有走没走，完了到48年打长春呼进去了。日本人你多啥呀？日本人也老百姓就有2个日本仔，当时就是小孩吧，15、16岁、17、18岁那种小年轻，2个日本仔在这里边的经历。回了日本多年以后写了这个回忆录用日语写的，我的网友给我看了感慨万千这2个日本小孩跟他爷爷奶奶一样也被呼进去了，之后也是受郑洞国忽悠开始没走，等想走的时候走不了了，最后郑洞国撵出去的时候，这俩日本小伙就跟着往外跑，他们倒没有金子，他们跑到解放军阵前说我们是日本人，能不能放我们走？解放军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日本人不放你走这俩货又回到长春，然后就接着就经历了长春的这种就是这种饿死人卡子周围大量的尸首就饿殍遍地嘛。这2个日本人就是回忆，就是他用日语写的嘛，就是什么昆虫从嘴里边爬出来然后昆虫从肚子爆开因为它是夏天那个尸体没人收，他肚子就胀得很大，然后忽然肚子就爆开，然后爬出好多昆虫的幼虫之类的，然后他们俩就在这样的这种人间地狱里边过了这么几个月，然后这俩又去另一个解放军的卡子，这回这个解放军的卡子呢，这个解放军的军官就是这个连营级的这个干部有点知识，知道日本人要放走就把他俩放走了。他俩没有拿钱，就没有拿金戒指，就是因为是日本人放走。放走了之后，这俩日本一路要饭，要去哪儿？要去山海关，要进关。为什么呢？因为天津当时是租界，天津有他们家的亲戚，日本亲戚，他们家不是日本穷人，他们在满洲国、在长春、在天津都是有大 house 有产业的。那小开都是日本小开，这俩日本小开是他妈衣衫褴褛，跟三毛状态一模一样，一路从长春要饭。要到山海关，要到天津。大家知道这个打仗是夏天呀，就是饿死人是夏天。等这哥俩进天津城，几月份12月，就是圣诞节了，就这个时候。圣诞节前后，他们进了天津租界。天津那时候租界，天津还就是灯红酒绿看着香水铺满全身的美女因为他们的日本亲戚知道他们来了之后，马上把他俩就是洗不干净，换上衣服，带他俩吃好的，他俩都不能吃，因为什么？一吃肚子要撑坏了，所以就是在那适应。他们俩看到天津，他们的原话说看到天津路边上的霓虹灯和圣诞彩灯那个年代，1948年12月，天津的街道上是有圣诞彩灯的，跟今天是一样的。然后看着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人民富足，女人身上发出来的香味儿，他们俩恍如隔世，他们俩傻了。就是这俩日本孩子中小个的那个，就是小一点的那个，就是写的是小孩写的，失忆了。不但失忆，大孩把他带去的嘛，小孩不但失忆不会说话了，就是什么，就是刺激的嘛，精神病了。他说他什么时候正常了？他回到日本的那个别墅里边，就是他们家那个日本别墅里边，他用马桶冲水的时候，那个漩涡那时候他们就有抽水马桶，漩涡干干净净的把马桶哗一下冲下去的那个漩涡，一下子就让他想起来了长春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家在长春也是有抽水马桶的，所以他冲厕所的那一瞬间，有一天他冲厕所，他忽然就回到了正常状态，他就一幕一幕就都想起来了。这人呢，大家知道人这个精神是有保护性的如果他太刺激的话，他就会你自己脑子就会把这东西都删掉，就忘掉这是日本人写的。他那个日语的那个篇文章就叫卡字，卡字那个卡字大家好多教友在日本，你可以看看，很小的一篇文章，大概2、3千日文字吧
每一句话都是实在不可承受之重啊！这个我都不想再多说了啊！这个大圣诞节的，咱们好了，咱们就是不提这个东西了啊！哎呀，这个我跟你讲，不分中国日本啊，到了那种没有底线，所以我为什么叫小粉红？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啊！中国人呀，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博爱教育，全是仇恨教育。一旦打起仗来，打仗就是没有法律嘛。中国的发生的事情还会再发生啊，这些事情，因为他没有底线，明白吗？没有底线。就是纳粹的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是西方基督文明的底线突破了的话，那我们中国的底线啊，我的天哪，我操，我们中国的底线就是不能内战，就这4个字，不能打仗啊，天下大乱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太惨了。好了，南京博物馆出事了，南京博物馆啊，江南春明代仇英的图啊，仇英是真正会画画的人啊。那12月17号，南京博物馆馆藏明代仇英的江南图啊，流入拍卖市场啊，拍卖了好多钱呀，我操！一个小目标了，差不多快啊，进入了公共视线了。为什么呢？说这仇英这个江南图是当年的捐赠给你的，当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高尚人士把家里的私藏的这些国宝捐给你博物馆呢，你怎么拍卖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南京博物馆的馆长叫徐湖平啊，双人徐，湖北的湖，平衡的平，北平的平啊。徐湖平这货呀，他自己是馆长嘛，他请了几个自己哥们说这是赝品，所以啊赝品那就废品了，所以他就很便宜的价格就把这个东西处置掉了，当然不出意料的处置他自己手里嘛。然后就可以上拍卖市场拍卖去了，而且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各级官员跟他勾结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不是第一次了啊，他是惯犯窝犯，所以呢，舆论哗然之后呢，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呢就被警察抓走了啊。昨天晚上，南京警方包围了徐湖平同志的别墅，把徐湖平夫妻俩抓走了。那么这种事儿很多人在谈，我看5月也在谈，因为他懂一点这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个例，大家听我讲过吧？我讲过，老教友都知道，我讲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事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啊，这哥们儿呢是谁呢？啊，就是1978年、79年之后80年代那个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啊，是谁呢？但你听说过？如果你研究过文革历史的话，文革当年有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叫联动，全部都是北京的高干子弟组织的。这个高干子弟呢，就是你看那个冯小刚、王朔当年拍的那个写的小说啊，就是那个打群架里边打死那个小混蛋啊，打死小混蛋的对手啊，就是那些海洋他们那些穿着军装啊，骑着28大响铃的，带着军挎的那些，就都是北京高干子弟啊，西城东城为主。这个里边的大老板就是这个里边创始人，联动啊，血色浪漫，对，那小说叫血色浪漫，那个电影啊，那电影叫血色浪漫，那个小说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好像要不就我说反了。总之啊，总而言之就这事儿啊，那个这联动的创始人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红卫兵，也是高干子弟啊，他爹是开国上将。他呢有一个名言啊，他是我校友啊，北理工的，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啊，他是当时在北京工业学院，他岁数大呀，北京工业学院上大学了，所以当然是越大越成熟的弄了啊。那对这个钟跃民啊、张海洋的原型就是他啊，他呢有一个名言，后来还谱成了曲子，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滚滚滚滚他娘的蛋！谭立夫，哎呀操，关是爷后代，这他妈是我的好听友，我操我忘了他都记得叫谭立夫，谭立夫啊，谭立夫。对，谭立夫，这货以前呢，对，谭立夫不是恐谭，谭立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滚滚滚滚他娘的蛋！哎，你说这他妈是北京工业学院、北理工的高材生写的吗？哎，他就是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然后呢，有音乐修养，我给你唱唱啊，这首歌呢就反来覆去的，这个叫骂人歌或者叫打架歌，就是这么唱的。哎，文化大革命响彻北京学院路啊，老子反动儿混蛋，王八蛋，滚滚滚滚他娘的蛋！啊，就是反来覆去就这句话啊，老子英雄儿好汉。二好汉，滚滚滚滚他娘一单，然后下一句这唱，一直如此反复啊，一边唱一边造反打人家。谭立夫呢就把什么邓小平的儿子给打了啊，邓小平儿子大家知道吧？邓普方给打了，哎呦坏了！大家知道文革被否定了，邓小平东山再起了，我操，谭立夫完犊子了，谭立夫完犊子了。然后这妈的谭立夫同志这个就觉得自己要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邓小平还行啊，没弄死他，也没抓他，因为邓小平跟他爸是他的也是哥们儿，我操，铁杆都是，这孩子不懂事儿，这么地吧。然后邓小平呢，就是终生对其不得录用，然后就给他弄到一个大屿山守水库。你不要想在油麻地当警司了，我让你去大屿山守水库。1978年、1979年，大屿山水库是哪儿啊？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个年代啊，是清水衙门，啥都鸡巴没有的地方。你懂吧？你能想象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穷得叮当响，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呀？嘿嘿，让你去吧，当院长去吧。谭立夫就走马上任了
啊，谭立夫就在那儿当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北理工的呀，他理工科的呀。他到那儿以后呢，他首先第一件事他就发现，哎，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边有多少文物没人知道。哎，这是他闺女跟我讲的，他闺女跟我是姐们啊，他闺女幼儿园的同学就是他妈的王岐山的那个姚庆啊，姚庆也是我们都同岁，都75年的。他觉得我虽然在这儿啊等于被废，但是呢，我一心向党，要为人民做点事儿，我要盘点一下啊，故宫这个院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我操，他就发动全体员工啊，登记造册，正式盘点。以前没有做过正式盘点，总是来一批，不知道有多少啊，就是搁库房里一扔，这哥们全打开看，我操，一查好多破损的，比如说一个碗掉了一个渣，掉了一个碰坏了，或者有一幅画哎受潮了，长没了。那会儿也不值钱啊，那会儿不值钱，就是弄了好多车，就是牌子车，咱们北京的老北京的牌子车，大家知道吧？就是人力的那种啊，两轮车，蹬3轮的那种人力3轮车。完，他搁了好多牌子车上，然后一到周末就是跳到市场啊，他就卖，这是合法的。当年这些东西都不值钱的，多少钱呢？3块钱、5块钱一件，我一点都没加以渲染，任何人都能进去买。他在故宫大院里面就拍了，就是比如说这一摞是摔坏了的明朝的这个瓷器啊，那一摞是元朝的青花，这一摞是明朝的粉彩，这一摞是清朝的大清皇帝的这个乾隆年间的粉彩，但是呢都有残啊，所以他就在这卖3、5块钱一件啊，就是什么茶碗什么的，哎，好多人不买，说这他妈谁买这个呀？这都是次品。因为友谊商店那时候200块钱是成套的，明朝的友谊商店真卖，也是从故宫博物院弄过去的，都是合法的，叫创汇啊。对于收藏价值不太高的，就拿友谊商店卖去了。好家伙，这哥们这老哥这都是次品嘛啊！我还记得有一特别漂亮，他们家有一特别漂亮的乾隆用的紫檀的如意，哎，把件这么长，放在你们家如果要是有一个中庭啊，有一个那个香案放着，那操，你这逼格立马拉满，10块钱啊，10块钱，为什么？有点残，10块钱。好多人没人买，然后谭立夫同志不差钱啊，谭立夫同志就自己买，他自己买了好多，所以谭立夫同志就是自己弄回家去了。哎，我不是向党中央举报他，那个因为这是合法的，当时1980年代这东西并不违法，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吧，后来中国就改革开放，后来中国就有钱了，中国就有房地产，中国就有经济腾飞了。我操，那一个破鸡杯缸都能拍出个几个亿来的时候，谭立夫同志有点害怕了，真是发大财了，他有点害怕了。我操，那10块钱8块钱他买了好多，现在这8块钱5块钱的这个。怎么？那个拍出来300万港币，那个拍出来了550万港币啊！5块钱，当时我买了一车呀，坏了，他就不敢说。哎，这事儿就一直他很低调，因为他在文革之后他是挨整，他不敢说。此事一直发展到今天啊，这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这个文物管理，它这个漏洞之大啊，超出你们的想象，只不过没人告诉你们。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南京博物馆，你懂吗？杭州、北京。到处嚷哪都有这种博物馆，我告诉你，哪一个馆里面都有这样的类似故事。我曾经就碰到过那么一个事儿，我去了南方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当时人家都知道我喜欢，到那聊天的时候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东西，你要是喜欢，我卖给你，说便宜。然后什么呀？人家带着我去了，去哪儿了呢？去一博物馆。去一博物馆呢，他指那俩瓶子给我看，说就这俩。然后我说这行啊，我说价钱怎么样啊？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呢？是指着这2件东西一样的一个文物。这人说不是，说就是这俩，你要买就是这俩。那我就有点愣了，我说这是博物馆呢，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怎么能买这个呢？我说我不买，我就走了。这一次只不过是裘英的名声太大了，这拍了8000多万吧，这次拍的有点太得了，这数太大了啊，一下子就出去了。所以老谭同志因为老谭同志前半辈子挥斥方遒，相当狂妄啊，弄他妈的打人啊，弄造反派，后半辈子一直吃瘪。所以他因祸得福，哎，他管这个东西，他们当时不值钱，都是当破烂收的。这是这档子事。大家还知道，我还说另外一档子事，就是北京当时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抄了大量的金银珠宝。金银珠宝当时搜刮一遍之后的，集中收拢的，还有些不是没有说法的这些东西，就去哪儿了？你们这都是老东西啊，香炉啊，宝剑鞘啊，这好东西啊，都是去内蒙古乾坤金银冶炼公司，当时叫乾坤金银冶炼厂，因为金的银的回炉，拉到那儿以后呢。一些金银冶炼厂的厂长懂行，他知道这玩意儿不是金子和银子的价值，而是文物价值。你别看它，比如说只有500克，它是银子，但是这玩意儿做成这个，从明朝、清朝传下来的，这可不是这500克白银的价格，所以他就没有画这些东西，一直放在仓库里，放到今天。今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放到15年前还是有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大家知道我后来弄上市公司啊，我移民之前我弄黄金珠宝，我当时急需要收购一个冶炼公司啊，最好是有上交所牌照的，国有的冶炼公司，我当时。认认真真的去谈过，所以我当时一看这个库，我当时我就没敢买，为什么呢？那个库里的东西我不知道值多少钱啊！你要说，比如说我们收购乾坤金银只花了3个亿人民币，
那个库里啊，你加个0可能都不值啊，就那库里边那破烂，因为那些破烂不知道哪一个就是他妈的价值连城的瑰宝，都在那蒙灰呢，搁在箱子里就扔着呢啊！就中国这些东西太多了啊，所以而且但凡有个不上进、不得劲的、不正经的，他不就给你卖了吗？他不就这卖了谁知道啊？这都要当破烂走的，要么就给你偷了，要么就是给你监守自盗了，要么就给你化成金银水，你也不知道呀，对不对？所以中国这条体系非常的不健全，非常的不法律。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就是说大英博物馆啊，小粉红去那儿装逼去，说哎，你们这强盗错了，你要感谢人家。没有大英博物馆，没有卢浮宫，没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啊，没有洛克菲勒私人博物馆这样的西方的博物馆，把中国的文物保住，作为赝品偷偷拿出去拍卖，这算是好的，至少他没有给他弄坏了，没给他毁了。我说的那个乾坤金银冶炼厂里边毁掉了多少文物啊？毁了，烧成那金子，那过去乒乓乒乓一顿乱锤，扔炉子里化了，那你这不能说这东西。好了。所以就是我跟你们讲都是实话，你们接受不了那是你们的问题啊，接受不了你们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听得懂的都知道我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啊。我欢迎乾坤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属们给我来信印证我一下，就跟那个长春那事儿给我印证了，说哎我爸说过这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他这次的这个江南春图是谁给他捐赠的？据说是近代收藏大家庞来臣啊，庞来臣老先生的后人啊，1959年捐赠的，哎，其中就有这叫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级的仇英的江南春。哎，然后你看现在就是完了吧，就卖了吧，所以这个就是太完了。除了江南春之外，还有很多不知去向的，比如有北宋的啊赵光甫画的双马图啊，双马图轴也没了。明代叫王拔吧，一个走四旁一个发没有那个小撇那叫松风素四图轴。清代的王时敏画的房北苑山水轴。清代啊这个设色山水轴啊之类的，反正好多了。这次江南春起拍价8800万人民币啊，8800万人民币。才他妈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然后记者就开始往回倒。2014年就早在10多年以前，上海嘉泰拍卖公司就拍过一个，是这个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过这个赵光甫的双马图立轴，当时是拍了230万人民币，10多年以前啊，这幅图也是人家老庞家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啊，南京博物馆啊，也就是说早就偷了，这都出去不知道多少次了都。好了，哎呀，这些没办法啊。